相遇，期盼今生的相依。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。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，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那你是去还是不去？你要不去，我就找理由回了他。你应该去。现在香玉在康兆明的手里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我要把他救出来。香玉康兆明的手下，他害了我们为什么要救他？但是到最后，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。妙宇说的对，我们该救他。你们跟我一块儿去重庆。妙宇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香玉之前是康兆明的手下，应该不会太难为他。就是因为他是康兆明的手下，现在香玉背叛了他，再加上马炮之前被我们绑过，我怕他会报复他。好了，上次你在山洞拷打我，现在你也尝到滋味了，啊？真后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真后悔，当时没把你给阉了，让你做太监。你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，不要留情！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了吧？我知道你在福江的事情，你对潘天雄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把他置于死地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世上最难捕的是什么吗？是土狼。你下套、设陷、利诱、围捕，可就是逮不着他。常常反过来还被他咬过一口。这潘天雄啊，就是只土狼啊！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去打狼啊。不用想了，不用你亲自杀了，他会被自己人干掉的。你只需要沏上一壶茶，坐在观众席中，看着你的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死去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？看看这个。
烟毒祸国殃民，必须严厉禁止。这个夏之时是谁呀？一个老革命同盟会会员，当过四川的都督。潘天雄把他挖出来做福江县的县长。这封信就是他写给韦作的，韦作非常重视，要设立一个禁烟总局，潘天雄当局长。妙，太妙了！大烟本来就是四川军阀的主要收入来源，你让他来禁烟，这可就断了川军将领的财路了。难怪你答应刘湘那么痛快，你是想用他们口袋中的钱发给他们做军饷。哎，可这个潘天雄可不是傻子，他要是不上道怎么办？他要不查不禁怎么办？烟毒祸害民众已经引起公愤了，他如果不查不禁，敷衍了事，全国人民的口水就能淹死他。这件事情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，是他扶持的县长强烈建议，韦作只是顺水推舟。你想想，潘天雄这样四面树敌，不等于是把自己逼上了刀山吗？刘湘也保不住他，这就叫咎由自取，自掘坟墓。太好了，他自己掉进了水里，没人可以救他。还不止于此，中央要为四川处理一些问题。以前这些军阀仗着手里有钱，无视中央的决定，现在把他们的财路一断，他们就得乖乖地听我们的指令，川军的整编和裁剪就可以顺利推行了。潘天雄弄巧成拙，他如果在川军中试了试，就等于是凤凰变成了乌鸡，而且他是自己钻进了自己编织的死局里。你说这样的乌鸡还能活多久？我刚接到前线发来的电报，百战宫红军已露败绩，我川军正在乘胜追击。哦，川军居然能打过红军？是兵力对比的原因，川军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。这么看，前线不需要我们了。那重庆让潘司令过去，会是什么事儿啊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喜事，要给司令升官。哎，你说奇怪了哈，这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？太阳真打西边出来了。哎，姚基，你停下车。你们看，这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下车！老婆，怎么回事？都是鸦片害的。米老三抽大烟，把家财败光了。米婶劝他不听，他还要用2块钱把2个孩子给卖了。米婶走投无路，就带着2个孩子上吊了。都是鸦片给害的。人都死了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村上被鸦片害死的还不止他们，老王家呀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呐。老李家兄弟8人抽大烟，都被大烟害得病死了，惨呐！老婆，你等等我！老乡，老乡，没气了。
天哪，又死了一家人，明天还不知道轮到哪一家呀！潘司令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夏公说的话：烟毒祸国殃民，必须坚决禁止。这就是我的态度。给他们点钱，让他们给死去的乡亲们安葬。我的军需物资，我的后勤补给，我的军饷，都得赶快准备好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帅到！谷将军、杨将军、蔡将军，现在的敌情怎么样？报告大帅，敌人从百丈关经蒙顶山向天泉庐山方向撤退，那边有我中央军的2个纵队和川军的66师阻击。目前我们的队伍损失很大，所以现在在名山、邛崃一带休整。敌人既然是败了，就应该乘胜追击呀。看你们1个2个这个样子，像死了娘似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帅，百丈关这次之所以能够侥幸获胜，那都是因为红军主动后撤呀。我们的士兵领不到军饷，都不愿意打了。为这事儿，我给薛岳打电话，他说我们不属于中央编制，要钱得向大帅您要。我们这是为中央出力，理应由中央买单，怎么能让大帅您掏腰包呢？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怎么可能呢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委座已经给了1000万，这次川军的军饷已经有了。大帅，委座发来电报。你看看，委座现在已经表扬我们这次在百丈关的战斗了。川江航运大量烟土走私，实乃祸国殃民，必坚决取缔，任命潘天雄为川东禁烟局的局长，在涪江设卡，全面禁止打击烟毒。缴来的烟土可充作川军的军饷。老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釜底抽薪吗？这不，大帅，我的防区可全靠烟土来支撑啊，这不是断我们的财路吗？我们川西平原那里民生凋敝，我不卖鸦片，我拿什么来养军队？禁烟局可是个肥缺啊，这个位置要潘天雄占了，只要他一设卡，我们都得完蛋。不会的，我了解他。这是老蒋的计谋，潘天雄绝对不会上当的。他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，如果断了大伙儿的财路，那不他成了川军的公敌了吗？以后在四川的地面上，他还怎么混呢？潘长官，从涪江过来怎么这么久啊？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我一个小小的编外旅长，劳驾燕主任亲自出兵，兄弟真是不敢当啊。待会儿你从我这儿走的时候，就不是旅长了，而是师长。你这可吓着我了，你这种升官法，我有点不放心呐。当然是有条件的，来进来谈。
这是夏之时写给韦作的信，他是你举荐的，信的内容你应该知道吧？啊，我知道。虽然他写信之前没跟我商量过，但是我完全赞同他信里讲的事儿。好，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。这是四川禁毒善后署的统计，你看一下。这上面说，四川每年烟产量是120万到140万担，70%经长江运往下游的各省和上海来销售。一担烟土在四川是1000元，但到了江浙和上海是4000元。这里面运销的暴利高达3000元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烟货。烟毒的危害我很清楚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我就亲眼看见了一场悲剧。运鸦片的暴利，连日本人都铤而走险。不过你约我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吗？是这样。韦作看了夏之时的信之后，深以为然。韦作认为，四川的禁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那么禁烟首先是要禁运，这就需要一个公正无私而且有威望的人站出来。你在日人事件当中表现突出，所以韦作准备任命你为川东禁烟局长，直接归属军委会领导。然后你的独立旅升格为守备师，你担任中将师长。这是韦作赋予你相应的权利，以便你以后执法。司令，这个事儿不能答应啊！一旦答应了，你会得罪所有的川军将领，会背负骂名的。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干。鸦片荼毒国人，早就该被禁止，这是对国家、民族还有老百姓们负责。说得好。这事儿来得挺突然的。不过燕主任，在我答应你之前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你说。我的一个参谋被康兆民给抓了，我想把他要回来。好，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就是老康派到你身边监视你那个，是吧？你要他干什么？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自然有我的想法。这其实是件小事情，但是也不太好办。燕主任，我是个粗人，你们官场上的规矩我不懂。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办，我想你的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好像没气儿了。哎，怎么死了呢？喂，潘田雄现在在我这儿呢。他希望你把那个叫香玉的参谋交给他处理。哎呀，老康啊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卖给潘田雄一个人情嘛。我们四川以后的禁烟大业还要仰仗他呀。另外，你要知道，韦作的禁烟大计可远远比一个小特务要重要得多。好的。好了，你可以派人去接人了。好的，你们俩去一趟，把香玉给接回来。好，走。队长，他好像死了。刚才给他用了电刑，他抽了几下就没气儿了，是不是这几天打得太狠了？这么快就死了？
队长，潘天雄那2个女手下来了，他们是来接人的。啊，来的可真快。马上把他装进马包，扔到后院的江里。是。把他们带到这儿来。是。走。丢下去，快点！来，1、2、3，走！走！你们来晚了1步，我已经派人把罗燕少尉送回了老家。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。你把他杀了？杀了？哈哈，怎么会呢？我没有杀他，他是我的手下，虽然背叛了我，这里容不下他了，我只能送他回老家了。你们2位都在红军里干过吧？今天来的正好。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别动队的审讯室，正好带你们参观一下。就在几天前，我的手下抓到一个跟你们一样年轻貌美的女共党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审了她7天7夜，上过电椅，坐过老虎凳，灌过辣椒水，那可惨呐！一个原本清秀的姑娘，到最后眼睛也瞎了，牙齿也脱落，2条腿都残了，可怜呐，真的可怜。这就是你们参加共产党的结果吗？难道当共产党就只能落到这个下场吗？啊？你少拿这些来吓唬我，比这更残酷的我都经历过。我来，我只想要回我的妹妹。啊，你是来要人的？这样吧，我的旁边就是一所监狱，里面关着上千的犯人。如果你敢把衣服脱光了，到监狱里游行一圈，让所有的犯人看个够，我就把人还给你。你能做到吗？康兆民，你不是人！妙玉，别听他的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，不是我们别动队干的。我真佩服你呀！你连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羞耻都不要。我当然在乎，不过我更在乎我妹妹的性命。哼，不过没有羞耻感的不是女人，是禽兽，是畜生。就凭这句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自从我站在这一刻起，我就无所谓生死。我相信她跟我一样也不怕。真想不到，如此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性格如此刚烈。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你要的人真的不在这里。
他虽然只是我手下的一颗竹子，现在没有用了，我不送他回老家去哪儿啊？啊！队长，我把香玉送到了江边，他上了船，已经离开了重庆。听到了吧？他真的回家了。妙玉，我们走。走。一鸣，你相信他所说的话吗？你有没有看到，行军室里全是血，那一定是香妹的。我根本不信康兆明说的话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也许香妹她早就遇难了。那这就是一笔血债了。我发誓，香妹不会白死，我一定会为她报仇。一鸣，我们回去见司令，但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以免影响他的决定。我懂你的意思，走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行，我来替你解释，好吧？好的。康兆民打了个电话，他不知道你要来要人，所以呢，他把那个手下遣送回家了，然后他让我代他向你表示歉意。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道歉的，本来就是他的人嘛。话不能这么说吧，在司令身边安插卧底，后来又搞了那么多事情，总得给个交代吧？啊，当然了，我就是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啊。你看，禁烟局长，这等于是你掌握了经济大权，从罚没的烟土里可以支出川军的军饷，以后连刘总司令都要看你的脸色。还有，守备师长，这等于又让你回到了将军的行列。你在四川又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，这是加倍补偿。哼，只怕我今天上任，明天就丢了性命。委座这不是在补偿啊，这是催我早死啊！这话怎么讲啊？不是吗？四川虽是天府之国，但是连年混战，土地荒芜，民不聊生，各防区都供养了数额巨大的军队，靠什么去维持？不就是靠贩卖和种植烟土？你知道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吗？一是抢你老婆，二是抢你钱。你把人家命根子给断了，人家还不找你拼命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严主任，你就别给我装了。你们只不过是换一种手法置我死地呀。我要是当了这个戒烟局长，我就成了川军的公敌，人人得我而诛之啊！我半只脚就踏进了棺材，你们不用费一根手指，兄弟我就命丧九泉。你们成了好人，川军成了坏人，兄弟我就成了牺牲品。我说的对吗？那潘司令的意思是拒绝这件事情？不，烟毒祸国殃民，多少人为此而家破人亡。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鸦片战争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。四川沃野千里，却成了鸦片重灾区，必须有个人站出来，改变这一切。潘司令慷慨陈词，这不会又在耍嘴皮子吧？你看我像吗？好吧，你给我订一口棺材，我抬一口棺材去上任。我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我不是为了委员长，我是为了国家，为了四川，为了百姓。潘天雄豁出去！潘司令，老潘，
你的态度，或者说，你这种慷慨赴死的态度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也跟你说实话，给你安排这件差事，我们是有私心的。但是，你今天表现出的胸怀和你的气概，真的让我汗颜，让兄弟我无地自容。老潘，我不能代表委员长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，代表四川的百姓，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司令，我们没有见到祥宇，我们怀疑他被康兆民杀害了。刚才康兆民来电话，我就觉得凶多吉少，这又是一笔血债。司令也接受了任命，前面是片雷区，司令决定趟过去。我们都觉得司令能这么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，我们决定一起去趟这个雷。我们现在马上回副将，我还要向大帅报告。另外呢，把夏县长也找来，我们商量个方案。这件事情要尽快实施，一定要雷厉风行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走，我们上车。没想到，他最后还是掉进了陷阱。他这次，怕是要粉身碎骨了。燕主任，要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吗？不打了，让他自己解决。我们就不给他再添麻烦了。小吉，停车。他们太可怜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我比他们还惨，连个埋尸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不会的，你还有我们呢。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会陪着你。你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吗？虽千万人，勿忘焉。大发，给大帅发个电报，也给全川的将领发个公告，从即日起，禁止所有的烟土从长江运出，违者将严惩不贷。司令，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，蛇的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吗？照我说的发报。好。你们不会白死，我向你们发誓，不把四川的烟土禁绝，不给百姓一个交代，我就不姓潘，我就不配做一个川军。敌人兵力已退回到天泉一带，对我川军构不成威胁。那里主要是薛岳的中央军，川军只有冯天奎的第66师在于泉镇一带布防，所以川军各部队要求班师回自己的防区。就这么急吗？万一红军打回来怎么办？应该不会了。红军得到粮食，应该在藏区过冬，他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了。大帅，潘天雄的电报，千万注意。马上备车。
马上回重庆。是。走，咱们让大帅评评理。对，大帅，你看看这个潘天雄。他发了个通告，说从即日起禁止所有烟土从长江运出，否则严惩不贷。他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在我们川军屋里打横炮吗？这不是？他竟然把通告发到了每一个房去啊，跟我们也玩起来下马威来了。他不仁，我就无义了。吵什么吵？四川喊禁烟喊了10几年了，哪次真正禁了？我知道，这么做牵扯到你们的切身利益。可潘天雄不是傻子，我这就回重庆，让他给大伙儿一个交代。好像这次他不像是在做表面文章，就是啊，他是来真的。你也不用着急，我们把自己的部队都看好，我会给你们做主，保证不会损害大家的利益。好吧，既然大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们要看看潘天雄他到底听不听话。如果他不听话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前方货船停着，马上把船开到码头，接受检查。马上把船开到码头，接受检查。你们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？也没看看这是谁的船，你们就敢查？告诉你们，这个可是杨军长的船。少他妈扯淡！什么杨军长、牛军长的？只要你的船打老子这儿过，就通通都要检查。我看今天谁敢查？再不服从老子指挥，老子就下令开枪！马上把船开到码头，接受检查。兄弟们，把船开到码头去，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是。哟，二位姑娘，是你们呐，过来坐吧。来，大爷。哎，还有一位姑娘呢，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啊？老大爷，您记性真好，我们今天换了军装，你都能认出我们来。当然了，那次你们抓了日本人的时候啊，大家伙都说你们干得漂亮，尤其是今儿没来的那位姑娘，那个机灵劲儿，几句话就让日本船长上了套。当时我们就觉得日本人要遭报应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位姑娘她还好吗？她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以后不会来富江了。可惜了，我还想当面谢谢她呢。你们抓日本人的第2天，她就给我送来20块大洋，说是，我给你们提供了情报。其实，我一个老汉知道什么叫情报呀。但是我心里明白，他和你们一样，都是好人呐。二位慢用。醒了，老头子，啊，老头子，他醒了。哦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醒了，阿弥陀佛，你可终于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，你呀，在渔船上呢。我们呢是从水里把你给捞出来的。当时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扔了一个包到江里面去，我们正好在附近，我们还以为发什么财了呢。把这个包打开一看啊，哎呦妈呀，
这里面可是装了一个人，可把我给吓死了。当时啊，你浑身上下都是伤，我们还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可是，一摸还有心跳，就赶紧找来了大夫，终于把你救活了。可是，你就是一直昏迷不醒，算算日子，都快1个月了。你们救了我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可别多说话啊！我们老两口啊是靠打鱼为生的，这日子啊还能过。你在这儿啊，就好好的养病啊。好，谢谢。小郭，这都是我们扣的船。可以我，来，小郭，请坐。哎，来。哎呀，天雄啊，长江这些川军斗士不是1年2年了，盘根错节，真是势力大得很呐。有好多人想动他们，结果动的是身败名裂。我原以为你只是敷衍了事而已，没想到你真啃这块硬骨头。不动真的不行啊，夏公啊，从你当都督开始啊，就发布了戒严令，结果怎么样？20多年了，这个鸦片越戒越多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暴力诱惑太大。我这次我不敢说根治，但是最起码我得做到明令禁止。可是天雄，你断了人家财路，我担心人家要把你往死里整。有句话怎么说的？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怕个球啊！我要怕，我就不干这事儿了。将军，司令，司令，我们截获了11艘船，2000多担鸦片，正在登记呢。好，夏公，请你去看一看。没收鸦片还出罚金，全部归县政府，你就成有钱人了。行，那我一定得看。哎，走。司令，有个事儿有点麻烦呐。啊，我们查获了一艘船，有当兵的护卫，领头的还是个上校，态度蛮横，拒绝检查，说是什么杨军长的船，你看咋办？你这个锤子，这点事你都办不成吗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山河作伴，一生正气走。